女儿被小区恶犬咬伤后，那个自称爱狗人士的畜生带人堵住了她。他情绪激动地质问我年幼的女儿，说他的爸爸故意虐杀了一条狗，他让我女儿给狗下跪忏悔，逼他割腕谢罪，说一命抵一命。于是我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打得跪在地上，一镐把抡得他满脸是血。敢伤害我女儿，别说狗，狗主人我都杀。我是在陪女儿打完狂犬疫苗后被传唤到警局的。大厅里，那个大妈一直嚎啕个不停，看到我，她立马冲了过来，声嘶力竭地冲着我吼：你杀了我毛孩子，连条小狗你都不放过，你这个虐杀动物的变态！她撒泼喊叫，对我破口大骂，说她的狗只是在跟我的女儿闹着玩，而我却残忍地打死了她。警局里的其他人看着我这边窃窃私语，鄙夷着上下打量，仿佛在他们的眼中，我真的成了一个令人唾弃的虐杀动物的败类。我阴沉着脸警告他：你别在这里乱讲，你的狗做了什么？你比谁都清楚。大妈眼睛一瞪：做什么了？我咬牙，他扑倒了我的女儿，在地上撕咬她。放屁！大妈大怒，毛孩子追着他扑，那是喜欢他，跟他闹着玩，而你却杀了他，你不得好死！警察看完监控后提醒他，是你的狗咬人，在先孩子这么小，被咬得撕开了7、8厘米的伤口，把人咬成那样，是闹着玩吗？说着，警察看了我一眼，我立刻道：当时那条狗扑我女儿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，看到狗咬我女儿了，他才慢悠悠地走过来。那个大妈眼神躲闪，随后指着我年幼的女儿：是他先打我的狗的，狗狗都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，是他一直拿石头砸我的狗，狗狗才反击的。说完，他冲着我女儿大叫道：是不是你先招他的？是不是你先打他的？我女儿被吓得不敢说话，他就一直逼问：就是你先打他的，你一直用石头砸他，我的狗狗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的，肯定是你先惹狗狗的，先撩者贱，你活该！我女儿被吓得直哭：我没有，呜呜，我没有！我强压怒气把她推开，孩子都说没有了，你逼他干什么？视频录得清清楚楚，你瞎是不是？狗咬人只字不提，怪我姑娘！她咆哮，她要是友好一点，狗狗能要咬她吗？她是预防性咬她的，肯定是她吓到了我的狗，不然她能平白无故咬她吗？我女儿抽泣着不敢说话。大妈再次激动起来，冲着警局叫道：同志，你都看到了，她心虚了，她不说话，默认了就是她先打的狗，她活该被咬。说着，她又指着我：快把这个虐杀动物的变态杀人狂抓起来判刑！我一巴掌把他手打落。你当所有人都是瞎的？我女儿没根本有招你的狗，甚至躲着他走，是你的狗没牵绳咬人了，知道吗？你再这么连哄带吓的逼问我姑娘，我抽烂你的嘴！大妈像是踩到了尾巴一样，扯着嗓子大喊：这么小的狗牵什么绳？我们本来离家近，2步路就到家了，你家孩子出来怎么不牵绳？家长的问题怪狗？家长死了！我抄起文件夹要砸他，让警察给拦了下去。期间，那个大妈就在那嚷着要我不得好死，要我给她的狗儿子偿命。朋友赶来后，看了一眼那个大妈的方向，也是不淡定，这下难办了，狗你都给整死了。我说我没连他都整死，算我冷静，怎么回事啊？他问。今儿上午，我跟女儿出门，一下楼，他就跑出了电梯，我就在后面走慢了2步，那条狗就窜出来了。后面我看监控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强压怒气：成哥，咋了？那狗是一声不吭，夹着尾巴龇牙过来的，慧慧当场就吓得不敢动了，刚喊了声爸爸，那狗就把他扑倒在地上，甩着头咬。我想到这里，恨得牙痒痒。那狗都咬红眼了，我女儿撕心裂肺的喊爸爸。我实在不愿意去回想那一幕，当场我就要了那狗的命，拍死了它就这，它都被咬了条5、6厘米长的口子。医生给它清创的时候说再深点，骨头都得咬断。女儿撅着嘴，怕我心疼，一直咬着嘴唇发颤，哭都没哭一声。我看着她，自责悔恨交织，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。成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你算克制的，要是我女儿，我连那个狗主人一起打。警官被胡搅蛮缠的没了耐心，冷声告诫那个大妈：是你的狗没有拴绳，咬伤了别人，哪怕是过失，也是你管理不当，责任在饲养人，听到要承担责任。大妈的脸色变了，她打死我的狗，我还要承担责任？你的狗咬人了，做主人的不用承担责任吗？警官反问。他当下又嚎啕起来，在大厅里叫嚷：没天理，我的毛孩子被打死了，还要我承担责任，我要曝光这个变态的杀人狂，我就不信这个世上没有正义，我的狗狗死得冤啊！他才那么小，就算是咬人也不能打死啊！警官没搭理他，只是警告：随意在网上曝光别人是侵犯别人隐私的违法行为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那我的毛孩子就白死了。他凶恶。警官没说话。成哥小声嘟囔了一句：咬人的时候不当回事，狗死了又在这给你狗爹尽孝。大妈见大家都对他冷眼，又看警官态度坚定，只能是愤愤离开。
临走前，他冲着我诅咒道：“你这样心不善的人，老天会惩罚你的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”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回过头来，就你这姑娘，早晚让车撞死。我一下子追了出去，他吓得落荒而逃。听到女儿后面喊我，我才忍了下来。我预感那个大妈不会善罢甘休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她会颠倒是非，煽动网暴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，说是有我的件。下楼一看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是2个花圈，上面写着变态杀人狂，虐杀动物，全家不得好死。正值上学上班的高峰期，小区里的人来来往往，冲着我指指点点。不远处，我老婆就带着孩子站在一旁。一瞬间，我真的想杀人。不光小区业主群里消息满天飞，那个大妈还把我曝光到了网上。小区变态男业主当街活活打死狗狗，狗狗不停惨叫，硕大标题跟恶毒的字眼，让这条视频很快冲上热搜。那个大妈在镜头前抱着狗的尸体哭诉：“我没有孩子，狗就是我的孩子，毛孩子才这么点大，他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人活活打死？为了怕他打扰到别人，我平时都是把他关在笼子里面，可是那个爸爸那个偏激的人居然偷偷把他给放了出来，然后当街打死了他。狗狗哪怕被打死都没想过咬人，我至今都不敢相信他遭受了怎样惨绝人寰的对待。视频里他哭得声嘶力竭，一度上不来气。毛孩子太信任人类了，那个人把我的狗抱了出来，打了他好久好久，他一直在惨叫，最后他还把尸体丢进了垃圾桶。他放出了在警局偷拍的监控视频，并且恶意剪辑，删掉了狗咬我女儿的画面，只放出了我打狗的内容。他流泪控诉，他被警方抓起来后还不肯承认虐狗的行为，反而诬陷我的狗咬了人。他声泪俱下，他把我的狗活活打死，打得浑身都是血，求求大家帮我的毛孩子讨一个公道。这种虐杀动物的人，这种潜在的杀人犯必须受到惩罚。我脑袋一阵阵地发晕，电话已经被打爆，手机里都是谩骂的消息。小区群里，网络论坛上，舆论一面倾倒。独居女性、毛孩子、无良业主手段残忍，当街虐杀动物。警方控制后仍不肯承认，将狗当作毛孩子养的独居女性最亲近的狗狗被残忍虐杀。那个男业主当街棒杀宠物狗，虐杀动物，他上前理论，还被辱骂殴打，所以迫不得已才在网上寻求帮助，希望网友能帮助他给狗狗一个公道。他说，当街虐待残杀动物，警察不管，只能求助于广大的网友，在他的颠倒是非、精心炮制下，这桩如此恶劣的事件迅速攀上热搜，阅读过亿。网友们纷纷转发，群情激愤，扬言要我这个暴力偏激的杀人狂给狗偿命。他们将我的信息扒出来，挂到网上，开始了无休止的谩骂跟侮辱。你看报应吧，你个畜生东西，全家都不得好死。这种当街手刃无辜小动物的，多少有点心理畸形。看他下死手的样子，好可怕。这种人就是变态，小狗的命也是命啊！要是让老子见到你，你的下场绝对比这狗还要惨。愤怒的网友在他的刻意引导下，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骚扰电话蜂拥而至，死亡威胁不断，要么是诅咒我家小孩不得好死，要么就是要我给狗偿命，还有人要把我的孩子搞死。更让我感到可怕的是，还有所谓的爱狗人士，甚至查到了我姑娘的学校和名字，说是要去学校教训一下这件种打着爱狗旗号的媒体，将我围堵在楼下。他们的摄像头对准惊慌失措的我，就是这个爸爸当街虐杀了一条狗，手段令人发指。他们大声地质问我，指责我，你能解释一下当街虐杀小狗是出于什么心理吗？你是心理变态吗？你的老婆、女儿怎么看待你的这种暴力行为？你将那条狗从笼子里抱了出来，然后当街虐杀了它，对不对？你每晚能睡得着吗？你就不怕报应到你女儿的身上去吗？我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。当街虐杀，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，变态的暴力杀人狂，种种罪名足以令我身败名裂，社会性死亡。他们要我不得翻身，永堕地狱，甚至要拉上我的家人陪葬。哪怕是我将那条狗扑咬我女儿的完整录像放了出来，哪怕警局也出了公告，说明是那条狗不拴绳咬人。我说，我是在女儿受到伤害的前提下才采取的保护措施，可这并不能让网友停下网暴跟谩骂。他们高举爱护动物的大旗，那就不能拉开吗？一定要打？人就是这么残忍，一句没忍住就对一个小毛孩子下死手，下次忍不住，你是不是还要杀人？说这么多干嘛？狗狗就白死了，就该一命偿一命。他们怨毒的诅咒我不得好死。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手机号码等信息全部被公开。楼下有10几个爱狗人士聚集，他们拉着横幅，到处喷上不得好死一命还一命的血红色字体。那个大妈喊着让我出来给狗跪下道歉，在我门口摆满了纸人花圈。大半夜他们打来电话，咒我女儿早死，威胁要毒死她。那个大妈一直在说她的狗儿子很乖，是我心理变态打死了她的狗。
还造谣说我之前还虐杀过小区的流浪狗。至于狗咬我女儿的事情，他根本不提。在这个大妈的评论区，他轻飘飘地置顶了一条评论：狗狗也不知道自己咬人不对啊，这个爸爸也太可怕了。这天，我的店门口被人摆出了一具棺材，上面挂着的是我女儿的照片。我父亲被气晕倒在店门口，中风偏瘫。那大妈又带人在我老婆下班的路上围堵她，逼她跪下来给狗赔罪，扬言要她自杀谢罪。她最新发表的视频是在我女儿的幼儿园门口拍的，10几个大人堵着我年幼的女儿，说我故意虐杀了一只狗。他们质问我女儿，让她回答这样的爸爸是不是一个好人。他们扬言要天天来堵我的女儿，天天带人来堵她。评论区一条留言点赞过万。谁知道这个小朋友在哪个幼儿园啊？我需要行动，下点要毒死这个崽子。在合上手机后，我给成哥打了个电话，怎么样，孩子没事吧？成哥那头问。他比我坚强。我阴沉，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成哥冷笑，行，哥们这次不但要让他后悔，还要让他赔得倾家荡产，非坐牢不可。这段时间，成哥一直在帮我收集那个大妈诬陷网暴我的证据，这还只是一部分，剩下的我打印出来，回头一并给你。成哥说着，打开手机，这大妈后面有高人指点啊，你瞧瞧，这段时间可发了不少视频，而且都没提狗咬人这件事，就是给你扣虐杀动物的帽子。瞧见没？他把好几个视频剪在一起，然后说你当街虐杀狗狗，要不就是东扯西扯，说什么地球也是狗狗的家园，说什么人类多么残忍。总之，这是要搞对立啊，估摸着是要打着爱护动物的名义圈钱了。成哥翻着翻着就气笑了，看这个最狠，他要组织一帮爱狗人士去警局闹，逼警察把你抓起来。我无语。随后，成哥将他侵犯我名誉、隐私权、恶意诋毁的行径向警方进行了举报。立案那天，那个大妈情绪激动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你还敢报警？你凭什么？你打死了我的狗啊！我没搭理他，冲着警官道，同志，这些都是他煽动网暴的证据，还有他恶意剪辑用来造谣的视频，我也都保存了。这些视频传播过亿，情节十分恶劣，我只要求严肃处理，绝不和解，听到我的话。那个大妈居然没有半点心虚，她咬牙切齿，好，告我是吧？你怕是不知道我的厉害，你看着吧，不出3天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网暴，我就不信整不死你。我冷漠道，你不是已经在网暴了吗？警察在旁警告他，你这已经是侵害了别人的名誉权，而且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了对方的家人，现在你最好就是公开道歉，澄清不实谣言。做梦吧他！大妈轻蔑道，别以为我拿你们没办法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他们都支持我曝光这个虐杀动物的人渣，我就不信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看谁斗得过谁，我看他们信我还是信你。在警局跟他耗了4个小时都没个结果。回小区的路上，我看到路上围了好多人，10几个人举着手机在那里拍。我当下意识到不妙，冲过去扒开人群，就看到一个人举着手机对在我女儿的脸上，情绪激动地冲着她大吼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爸爸故意虐杀了一条小狗，打得他浑身都是血，这样的爸爸是好爸爸吗？你说话啊！我一把推开门，狠狠地瞪着他，你知道你这样会给我女儿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他咆哮，一帮人将我围在中间，那个人一脸讥笑，敢做不敢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天天来，天天带人堵他，他们拉扯我女儿的衣服，拿手机对到她的脸上，用手指着她，冲着她吼叫威胁。当场我脑子里嗡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被放出来了。我弄死你！我瞬间暴起，一拳砸在领头的那人脸上，随后抓着他的头发狠狠地撞在电线杆上，又把他拖在地上，一脚踢得他满嘴是血，他惨号不断。周遭的其他人还想上来，我跑到旁边五金店抄了把尖镐出来，照着那人的脸就抡了下去，当场砸断了他的鼻梁，打得他满脸都是血。其他人都被我吓到了，有个不知道死活的想抢走我手里的家伙，我一脚把他踹在地上，照头一镐把抡过去，他捂着脸嚎哭不止，救命啊，杀人了，快打110！领头的人哭喊着想逃走，我一脚踹在他的头上，揪着他的头发，强迫他抬起头来，让他跪在地上。堵我女儿是不是？打着爱狗人士的幌子在这里审判别人是不是？给你的狗爹鸣不平是不是？我女儿就应该被不拴绳的狗咬吗？爱狗怎么不把你狗爹牵好？我每说一句就抡他一镐，把他跪在地上惨叫着喊错了，你才是我亲爹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警察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我打得奄奄一息，其他几个围堵我女儿的人早就作鸟兽散。最后事件定论是这个人跟踪、拦截、恐吓我女儿，我是为了保护女儿，阻止他们对我女儿造成伤害而采取的合法措施。这个人跟其他5个人都被传唤，刑拘15天。经过这事之后，
围追堵截我的爱狗人士突然就消停了。但第二天，那个大妈却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居然直接跑到了我的店里，举着手机大声嚷嚷，看到没，就是这个变态杀人狂杀了我的毛孩子，他疯了一样，在我的店里乱打乱砸，推翻货架，砸掉展柜。我就冷眼看着他，淡淡的说，是你的狗不拴绳，咬了我的女儿。他咆哮，拴什么绳，那么小个狗就是咬，能咬出血吗？我说咬得很严重。他就骂我不得好死，明明能推开狗狗，却还是故意打死了他。我不能理解他，也不能共情他。我平静道，我对你的狗没恶意，也不是什么恨犬人士，你干嘛要给我扣这样的帽子？狗没拴绳，咬了人，就不能是你的过失吗？就不能是狗闯了祸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推卸责任，把过错放在别人身上，去指责别人？狗咬人是我编出来的吗？他当然不会理我。在把我的店打砸得不成样子后，我告诉他，砸吧，店是新装修的，140万。他眼中闪过一抹心虚，硬着头皮道，有本事你就去报警，哼，你看他们敢不敢管？现在舆论可是在我这边的，他们都支持我。大人不管好孩子，被咬了怪狗，怕被咬，以后别让你女儿出门。再说就是被咬，你不能拉开吗？非得打死？你知道我的狗有多金贵吗？我这会儿心态已经平和了，养了狗不拴，还说狗比我孩子金贵。他叫狗就是毛孩子，怎么了？我的狗就是比你的娃金贵，咋了？我说没咋，记得回头把店赔了。没任何意外，在离开后，他又将视频发到了网上，估计是怕我叫他赔偿，就一个劲儿的说我没有任何悔意，至今仍拒不悔改。他去跟我理论，我还殴打了他。这大妈真绝了，在脸上涂了几个口红印，说是要去验伤。网友更是群情激愤，把我骂得体无完肤，一口一个要我给狗偿命。在警方那边传来立案成功的消息后，有个大博主找上了我，说是愿意给我开个访谈。他说想让大众知道这件事的真相。我也是脑抽，我真信了他的邪。在演播室里，一上来这个绿茶婊就夹枪带棒地问，王先生，你说狗咬了你的女儿，其实我特别不能理解。我皱眉，他故作疑惑，为啥你们出门总是被狗追呢？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被咬过，而且我还特别喜欢跟狗玩，凶不凶的都没咬过我，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这会儿我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当街打死一条狗，再怎么说都太过分了。他阴阴地看着我，可他咬了我的女儿。我说那也不能打呀。他立刻反驳。我嗤笑，下次咬你，你一定别打他，挺住。他马上道，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我家里都养狗，一点都不咬人，好吧？演播室的其他观众这会儿也开始发难了，合着这是个圈套。他们站起来指着我，别拿你女儿说话了，怕被咬就别让你家孩子出门，还打狗，你算老几啊？不牵绳的狗多了，你都直接打死吗？你这种没人情味的东西，后半生一定过得很苦吧？别老拿小孩说话，有的孩子还天生是坏种呢，还是咬得轻。那个绿茶婊逼问我，打死狗狗你就开心满意了吗？那些无理取闹的小孩不该死吗？我本来已经走到了门口，没忍住又折了回来。一个觉得狗咬人都不应该打，却觉得孩子更该死的人有脑子吗？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还偏向着狗的人更恐怖。说完我就离开了演播室。绿茶婊在后面死命大叫，狗狗本来就可怜，你还下那么重的手，至于吗？非要往死里打，人怎么就这么恶毒啊？心不善的人老天会惩罚他们的，没任何意外。这绿茶将采访我的这段视频又给放到了网上，当然他剪掉了我最后那2句话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采访冲上热榜，他吸粉数10万。评论区里喊打喊杀，要我去死。最叫人无语的是，有个很明显的小号在评论里带节奏，他在放屁。现在的视频都是掐头去尾的，我朋友老公在现场看到了的。最开始就是那个小娃用石头砸狗狗，把狗狗脚都砸流血了，还一直砸。人家主人还劝那个娃的爸爸，让娃不要这样子，不然等下要咬人。结果那个娃爸爸直接说，有本事就来，弄死他。下面有人反驳，可视频里明明是这个小女孩一出去就让狗咬了呀，但丝毫没有水花。网友们选择性的无视，说那这个小女孩被咬死都不冤，这个男人真恶毒，熊孩子也算是付出代价了。那个小号又说，我朋友就跟他们一个小区的，我跟这个养狗的人无亲无故，犯不上帮哪边说话，只是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而已。所以说人才是最可怕的，明明是他们先有杀狗的意图，却反恶狗先咬人，下面还有脑补，他是在护崽吧？可怜的狗狗不知道护崽也有错。我朝着正在抽烟的成哥说，看到没，就这俩丫当典型，一起告。最搞笑的是，在我的律师找平台取证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带节奏的小号跟那个绿茶婊是同一个人。
在法庭上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说自己也是想为狗狗发声，又说孩子先打狗也是他听别人说的。我跟你扯这些，最后这绿茶婊几百万的账号被平台封禁，人还被判了半年。大晚上，成哥给我发了段语音，哥们这次可是给你整了个大的，我还没问怎么了，他就砰砰砰的把门给敲开了。一进门，成哥喘着粗气，你猜我去哪儿了？哪儿？我问。城北那个动物收容站，他掏出手机，那个大妈开了个动物收容站，你知道吗？合着他自己就是搞这些的，弄了一大帮子流浪动物在那里直播，要打赏，那场面老惨了。成哥摇头，给我看了段视频，瞧瞧，这后院里狗都死了，臭了，前面直播的这些狗都给打了药，半死不活的，你看动都不动一下。你知道他喂这狗吃什么吗？吃的纸壳子，拌成糊糊算了，你自己看吧，我受不了这个。我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立马就给关了。别的不说，太惨了，狗成片的死，活着的也是病恹恹的，又瘦又小。打开他主页一看，这会儿还在直播呢，摄像头冲着屋里那些狗狗，逼仄的环境里，狗狗动也不动。他说是睡着了，我看着像是死掉了。开了10几个收款群、爱心群，都不知道筹集了几百万了。就这么对狗，这是生意啊！我恍然，怪不得就是警察出面了，他都要胡搅蛮缠，巴不得把这事闹大，又弄一帮极端爱狗人士给他站台，这是要用舆论挟持法律。我还以为是他背后有什么高人，合着他自己就是那个高人啊！这是冲着钱来的，这差点真让他给整死。我后怕，大妈最近可能是赚了很多爱心人士的钱，变得越来越活跃，成天拉着横幅围堵我，上面写着人渣业主纵容女儿，虐杀狗狗，不得好死。在我的业主群里对我炮轰不断，让我社死。看清这个变态，你们身边住着这样一个邻居，不恐慌吗？不害怕吗？这么小一条狗，我算是看清了，有些人活着还不如狗，这条小狗能有多恐怖？要死要活的，下面还有人附和，真的恐怖。这男的为什么只有他打死小狗的视频，其他的视频呢？为什么没有狗咬人的视频？他可以驱赶开，但他就那样打死了，真的太变态了，还当着孩子的面。人家狗是在笼子里的，他故意给人家放出来打死。我淡淡发了一句语音，造谣不用负责。行，我都截图了，下周开庭，等着被起诉吧。然后这帮人就开始撤回消息，找我道歉，说不好意思，让我别计较。我说滚。后面我还跟律师说起当时那个情况，那条疯狗扑在我女儿身上，猩红着眼甩头撕咬她，那是我的女儿，我控制不住，我真的冷静不下来。这条狗我见过不止一次，就是同小区那个大妈养的，那是她的狗儿子，在小区里从来都不拴绳，扑过好几次人。上周还在电梯里咬了隔壁楼的一个小姑娘，人家找他理论，他胡搅蛮缠，说他的狗儿子从来不咬人，是那个女的吓到了他，给他的狗造成了心理阴影。他说毛孩子的心理也很脆弱的，你吓到了我的孩子。那个小姑娘应该是刚毕业，委屈的直哭。如果不是后来警察来了，那个大妈甚至要小姑娘给她的狗儿子赔钱。小姑娘怕了那个大妈，选择息事宁人。临走前，大妈翻着白眼道，这么小条狗就是咬，又能把你咬成什么样子？这么大个人跟狗狗计较，不咬你咬谁？先前这条狗就扑过我女儿，好在当时我在，把女儿护在了身后。就这也不知道踩到了那个泼妇的那根神经。他阴阳怪气地说，呀，你女儿这么金贵啊，怕什么？我们毛孩子这么乖，大概都不知道他自己会咬人。那时我压着怒气问他，咬不咬人谁也说不准，但你出来遛狗能不能把绳拴上？他斜睨我一眼，就你是多，现在咬了吗？又没咬你，你在这说什么？也许就是从这时，他记恨上了我，经常在我女儿上下学的时候，在那里遛那条狗，我女儿都吓出阴影了。狗狗扑我女儿的时候，那个大妈就看人下菜碟，如果是我老婆接孩子，她就不管，在那里冷笑，任由那只狗在我女儿和老婆跟前嗅嗅嗅，咬鞋带跟裤脚。要是我接孩子，她就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把狗抱起，一问她，她就讪笑说，我们家狗不咬人。前2天我女儿还被扑了一次，我当时在跟前，一脚把那狗给踢飞了出去。那个大妈一下子急眼了，哭天抢地的，闹得整个小区不得安宁，说我打她的毛孩子，说我没善心，还在我楼下闹了一阵。律师听完都给整抑郁了。过了会儿，他想到了什么，你说那个大妈当时就在场对吧？那条狗撕咬你女儿的时候，她没有制止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憎恨道，她就在那看着，慢悠悠的往前走。听到这里，安律师拍了拍我，那这性质就不一样了，过失跟故意是2种判罚，
过失拿他没办法，故意。他顿了一下，3到7年。在安律师的建议下，我再度将手里的录像完整公开，包括他狗狗收容所的惨状，后院遍地病死饿死的狗都放了出来，让他彻底失去了网友的信任。还有他在我店里大声叫嚷、砸店的时候说的话，尤其是那句他说他的狗睡1万块钱的沙发，比我的娃还金贵。舆论被引爆了，网友开始反噬了。爱狗养狗是你们的权利，但约束狗也是你们的义务，自己没管好狗，咬了人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。危急时刻保护女儿，他没错。整天儿子儿子的叫，连个狗证都不办，一出事就喊狗儿子，骗着网友的钱，虐着收容所里的狗，为了赚黑心钱，纸壳子都拿来喂狗，你才是最该死那个。眼看舆论反转，那个大妈慌了，她想要连夜把收容所的狗给转移了，可当天下午就被爱心人士给堵了个水泄不通。她刚开始还在那叫嚣，说要不是她管他们早死了，可爱心人士把她扒了出来，她拿那么多捐来的钱给自己买别墅、买豪车，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。视频里现场乱成一团，那大妈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举着个牌子跪在地上，披头散发，身上都是脚印。成哥在网上跟网友骂得不可开交，气死我了。看着他的聊天记录，我笑了。网友，人家养狗是人家的自由，好不好？成哥，咬人了呀？咬人也是自由。网友，那是他活该，他家长的问题，自己生的孩子自己不管吗？被咬了是他家长倒霉。成哥，所以不牵绳，狗主人没错。网友，狗不会主动去攻击人，它不需要牵绳子。我再说一遍，马路是大家的，人能走，狗也能走。成哥，那你别怪人家打你的狗。网友，笑死，现实里那么多遛狗不拴绳的，你们倒是去打啊！网上抬杠找什么存在感？是不是现实里怕被打？网友，狗不要出门吗？它也得锻炼啊，把你拴着，你乐意吗？网友，你要是怕狗，遇到狗最好就别动，要么就正常一点，别跟个神经病一样。狗的心灵也很脆弱的，它受到惊吓，主人也会心痛的。成哥气得直接退群。靠，这帮人魔怔了，一说就是我家狗狗不咬人怕狗，可以搬家怕狗就别出门啊，明明是你的孩子吓到人家狗狗了，好不好恶心？是啊，这不就是那个大妈的说辞吗？为什么不咬别人光咬你？活该，谁叫你不看好自己的孩子？自认倒霉吧，咬伤了大不了赔钱看病，凭什么打狗狗？我跟成哥说，这些我都看腻了，你跟这些疯子讲道理，还不如去跟狗讲道理。你跟他讲道理，他跟你讲法律；你跟他讲法律，他跟你讲爱心；你和他讲爱心，他跟你耍流氓。你拆穿他，他拉黑不让你说话。成哥有大病，明明他们才是那些不文明养狗的人士。狗一咬人，他们就急得跳脚，到处骂人泄愤，无能狂怒。狗闯祸了，他们死不承认。你看，从我女儿被咬至今，有人询过她的近况吗？只要是被狗咬伤的人，他们只说活该，绝口不提是狗的错。只要敢说狗的不是，就被扣上帽子，极尽恶毒，用世上最歹毒的诅咒来侮辱。我深吸口气，我爸让这些人逼得中了风，现在还下不了床。我老婆都带女儿躲回老家去了，我要是不整得他们倾家荡产去坐牢，我还叫人吗？成哥放心，上次我给你介绍那律师专办这案子，先前不是有个宝妈诬陷别人猥亵了他女儿吗？就是这律师给打的官司。我点头。第二天正准备开庭资料时，成哥打电话过来，我真服了。你知道那大妈干嘛去了吗？说我好奇。他真带人去警察局拉横幅去了，逼警察抓你在那里闹开了。成哥道，这大妈眼看舆论不站在他这边，居然想去裹挟警察给他站台，结果一帮人直接被拘了。我啐了一口，这才是活该。加上那个大妈，我一共起诉了15个造谣的博主。开庭那天，那个大妈就一直在那里叫，说她有精神病，敢判她，她就去死。当着法官的面，她撒泼打滚，说都是网友干的，她也是受害者。成哥无语，网友听了都得抽你2个嘴巴子。最后，大妈因为故意纵容犬只伤人、侵犯名誉权，加上打砸店铺、诈捐等罪名，被判了11年零7个月，没收捐款所得，还赔了我170多万。除了我店铺的损失外，其他的钱我都捐给了本地一个流浪动物保护协会。之前从大妈那个收容所解救出来的狗狗都被这个协会收留了，我去看过，还可以，最起码人家是真心照顾狗狗。而其他为了博取流量跟风造谣的博主，分别被判了4个月到1年半不等。对了，小区里那几个不长脑子的，我也一并报案了，拘了1个礼拜。这下世界彻底清静了。1个月后，我爸身体转好，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接他出院。路上，成哥小声问了我一句，闹成这样，你后悔吗？我说没什么后悔的，
从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一只脚踏进了万劫之地。为了她，我不介意两只脚都进去。